喂，910吗？我要报警，我家墙上长了个生化危机副本，快来救我！透过圆形光门可以看到，里面是一个破败腐烂的餐厅，地下还有某种液体干涸后的残留。窗外黑色的雨水冲刷着废墟，几只丧尸在雨中摇摇晃晃，远处某种巨型人形生物的身影若隐若现。关门，关门，给我关上！随着夏天强烈的意念波动，墙上蓝色漩涡骤然收缩，消失不见。我真是个大聪明，这泼天的富贵，果然上交国家才是最正确的选择。十几分钟后，敲门声响起。是你报的警吗？是的，警察叔叔，你们带枪了吗？哥们，你喝了多少？还带枪？你怎么不问我们带没带手雷啊？小伙子，你报警说家里出现了生化危机传送门，还说有丧尸。我知道这听起来像神经病，等会你们无论看到什么都千万别动，别碰，别靠近，可以吗？行。当两人看到传送门后破败不堪的世界时，都忍不住倒吸一口凉气。这是全息投影，现在的 3D 技术这么厉害了吗？裸眼 3D？ 这不是特效，你们等着。说着，夏天迅速跑进厨房，10秒钟后，他拎着一只活鸡走了出来。看清楚了。夏天将老母鸡直接扔进光门中，受惊的老母鸡刚跑到餐厅门口，就发出一声凄厉至极的惨叫，身上的羽毛迅速变得焦黑枯萎，并开始发生着变异。客厅内死一般的寂静。呼叫指挥中心，我是编号9527，海滨市幸福家园4栋302室发生特大未知事件，不是刑事案件，不是火灾，这里有一扇门通往地狱，请求特警支援，请求防化部队，请求封锁整个小区，快！这是1级生化威胁，这不是演习，重复，这不是演习。原本安静祥和的幸福家园小区，天空中战斗机、直升机来回巡逻，地面警车、装甲车更是里3层外3层。临时指挥室内，向天，男，24岁，海滨市本地人，自由设计师，父母早逝，无犯罪记录，无精神病史。半小时前，你说你家墙上开了一个门，通往平行世界，还扔了一只鸡过去验证。我知道这听起来很扯，但我们已经验证过了。刚才我们的技术人员也进去了，用无人机进行了初步探测，空气样本分析结果出来了，除了含有大量未知的病毒气溶胶外，氧气含量、重力环境甚至大气压强都和地球完全一致，那里确实是另一个地球。那我的房子呢？你的房子现在是国家1级保密现场，整栋楼的居民都已经签署了保密协议，并被转移安置。从现在开始，那里不属于你了，或者说不属于平民夏天了。那我呢？要被切片研究吗？陈国峰那张严肃的脸上竟然罕见地露出一丝笑意。切片？不，你比那更有价值。这时，只能在军事新闻里看到的赵将军走了进来。小同志，今晚把你吓坏了吧？还好。情况我已经了解了，那扇门你能控制吗？比如开关或者移动？开关可以，我是凭意念控制的，移动好像不行，它就死死地长在那面墙上，而且我能感觉到门的大小好像和我有关，但我现在还搞不太懂。能开关就好。小夏同志，我现在代表国家正式问你一个问题，这扇门意味着什么？你应该清楚，它是危机，那边的病毒如果泄露过来，我们这边就是灭顶之灾，但它也是机遇，一个全新的拥有未知科技和资源的平行世界，你掌握着开启它的钥匙，你打算怎么做？夏天沉默了，虽然他在报警的时候就已经想好了答案，但真的面对这种国家级的大佬，那种压力还是让他有些窒息。首长，我就是一个普通老百姓，我不懂什么大道理，但我知道那边的东西我一个人吃不下，也不敢吃，那只鸡死得太惨了，我不想变成那样，我怕死，我只想活着，好好的活着。所以这扇门我上交国家，但我有一个条件。你说？我要国家的绝对保护，不仅是保护我不被那边的怪物吃掉，也要保护我不被某些有心人利用。我只相信国家。夏天同志，你的信任国家收到了，立刻成立异界战略特别行动组，代号星火，意为文明星火，代代不息。夏天同志特招入伍，授予文职少校军衔，担任星火计划特别顾问，享受团级待遇，及其直系亲属列入1级安保名单。北滨军区防化团特战旅立刻进驻幸福家园，不惜一切代价守住这扇大门。如果不属于地球，那就是新的疆土；如果属于未来，那就是我们的希望。此时的302室客厅里人满为患。这是一次跨越时空的探索，我们的首要目标是确认环境安全性，其次是收集样本。记住，安全第一，如果遇到不可控的危险，立刻撤回。随着夏天意念移动，那个通往地狱的漩涡再次缓缓旋转起来，由陆云华领队的第一支防化先遣队缓缓进入其中。先遣1号，听到请回答，检查通讯信号。先遣1号收到，信号强度良好，可以行动。收到。随后陆云华6人便开始对餐厅进行地毯式探索。
队长，你看这个。此时，一名队员手里拿着一本写着5年高考3年模拟的练习册，指挥中心里一片死寂。简体中文，高考资料，再加上相同的重力环境和大气成分，我想我们不需要再怀疑了，这就是平行世界的地球。等等，有情况，外面有动静。在街道的尽头，一个黑影正贴着墙角，以一种极其诡异的姿势，快速向着陆云华等人奔来。全员战斗准备，目标锁定，允许开火。怪物破窗而入的瞬间，高高跃起，众人才看清其样貌，随即几发子弹直接命中其眉心，尸体落地，发出一声沉闷的响声。陆云华迅速上前，枪口始终对准尸体，直到确认他不再动弹。目标已清除，确认死亡。指挥中心里原本紧绷的气氛瞬间松弛下来。看来这玩意儿也没那么神乎其神，只要物理规则还通用，我们的热武器就是有效的。是啊，只要能被物理消灭，那就是工业流水线上的一个数据而已。这看起来有点像只没毛的猴子。那可不是猴子，根据骨骼结构分析，它原本是人类，只是发生了严重的畸变。各小组注意，立刻采集样本，这可是最鲜活的一手资料，我要知道它的肌肉密度、骨骼强度，还有那个黑色的指甲到底是什么成分。随着各种检测数据的出炉，采样的士兵都惊呆了。报告指挥部，初步检测显示，目标体内含有高浓度的病毒活性，另外，它的骨骼密度是正常人类的 1.5 倍，肌肉纤维强度是成人的2倍。那个指甲主要成分是角质蛋白和金属元素的混合物，硬度接近钢铁。金属元素，它是怎么摄入金属的？可能是吞食了某种含金属的变异生物，或者是病毒本身就能富集环境中的金属元素。有意思，如果能破解这种生物金属化的机制，我们的防弹衣和坦克装甲材料可能会迎来一次革命。好家伙，这就开始想怎么用来搞科研了？这就是国家队的思维方式吗？一切皆可资源化。队长，有新情况，12点钟方向发现异常，目测有近50只丧尸，正在向我方靠近，请求指示。试探性接触结束，现在我们需要一个稳固的桥头堡。命令防化团工兵分队立刻进场，依托双川门所在的房间，建立0号前哨站，告诉战士们不用省子弹，在这个世界真理只在射程之内。各小组注意，自由射击，首长说了，不用省子弹，送他们上路。密集的火力瞬间倾泻而出，精准的点射瞬间编织成了一张死亡活网。不到1分钟，街道上那50多只气势汹汹的丧尸已经全部变成了倒在地上的尸体，没有一只能够靠近大楼门口10米范围之内。这就是现代工业火力的魅力，在绝对的射程和精度面前，数量没有任何意义。早已在双川门旁待命的工兵分队像一阵风一样冲进了双川门，仅1个小时，原本残破不堪的餐厅就变成一个充满科幻感的现代化前哨基地。基础建设完成了，夏天同志，准备一下，我们需要你过去一趟。啊，我也去。我们需要测试一下，如果你本人在意见，这个门还能不能保持稳定？而且有些东西，也许只有你能感应得到。10分钟后，在赵建国亲自陪同下，两人来到0号哨站。门的状态如何？非常稳定，波幅没有变化。初步测试表明，无论夏天同志身处门的哪一侧，双车门都能维持稳定开启状态。很好，夏天你来看那是什么？那是金店。街角的一家金店，虽然玻璃门早已粉碎，店内一片漆黑，但借着昏暗的光线，依然能看到柜台里反射出的那一抹诱人的金色。在这种世界，黄金是废铁，但在地球，它是这100年来最坚挺的货币。有了它，我们就能换来更多的钢材、更多的芯片、更多的粮食。夏天同志，准备好当搬运工了吗？1队负责警戒，2队负责清理路障，3队目标街角金店。随后，陆云花等人边走边清理周围丧尸。5分钟后，进入金店，店内随处可见的金条、金项链、金手镯，就像垃圾一样随意散落在柜台里。这就是末世的荒诞吗？夏古文，这个品相如何？在地球，这玩意儿现在的金价是每克900多，这一根就是9万块。在这里，它甚至不如一包方便面珍贵。那是自然，黄金的价值在于其作为一般等价物的社会共识。当社会秩序崩塌，这种共识也就随之消散。队长，你看这个，一张面额1000信用点的钞票，那连接天地的太空电梯，无不证明这是一个曾经科技高度发达，甚至可能已经迈入星际时代的文明。把店里的点钞机、收银终端，还有柜台上那个看起来像全息投影仪的广告机，全部带走。报告队长，清点完毕，黄金总重约52公斤，另外还有铂金15公斤，钻石、翡翠等珠宝若干。收队。20分钟后，0号哨站。我们背靠国家，有着近乎无限的预算支持，这些黄金的价值可以说连这些民用电器的1/1000都比不上。这可是一个连太空电梯都可以建造出来的文明。夏天同志，你的功劳簿上又记了一笔。首长，这不算什么，比起这个，我更在意陆队长刚才传回来的画面。
那里是这座城市的 CBD 区域，一栋高楼在阴霾中若隐若现。如果我们能找到那里的银行、金库、图书馆或者科技公司服务器，那才是真正的宝藏。很好，不过不急，饭要一口一口吃。无人机侦察情况如何？报告，蜂鸟无人机刚刚在距离此处2公里的烂尾楼区域发现了一个特殊热源。经过光谱分析，镜面反射的阳光信号很有规律，像是摩斯密码。摩斯密码翻译出来是 SOS， 重复的3短3长3短。这么传统的求救方式，看来通讯设备早就瘫痪了。接触，我们需要一个本地向导。根据热源分析，幸存者只有1人。1个人在那种鬼地方，1个人怎么活下来的？能在末世独立生存的，都不是简单角色。我们需要他的生存经验，更需要他对这个世界的了解。特战旅第1侦察小队使用无人机群开始接触，保证完成任务。如果对方有敌意怎么办？我们是带着善意来的，但如果对方拒绝善意，那我们也有足够的火力让他冷静下来。2架无人机一路飞过废墟，直奔幸存者小区。别怕，我们没有恶意。随即无人机将一瓶晶莹剔透的矿泉水扔了下去。在这个灰暗、肮脏、充满腐臭的世界里，那瓶纯净无瑕的水就像是一颗璀璨的钻石，瞬间夺走了女人所有的目光。这只是见面礼，如果你愿意交流，我们需要一些情报。作为交换，我们可以提供更多这样的食物和水。女人死死盯着那瓶水，眼神从凶狠变成了挣扎，最后变成了决绝。她迅速拧开瓶盖，只是含了一小口在嘴里，闭上眼睛，让那甘甜的液体在口腔里回荡，仿佛在品尝世间最美味的琼浆。你们想要什么？我没有物资，我只有这条命和脑子里的东西。我们要情报，关于这座城市，关于丧尸，关于现存的势力分布，越详细越好。苏万沉默了片刻，他知道这是他唯一的机会，必须证明自己价值的机会。可以，这是我这3个月来收集的信息。红色区域是重度感染区，也就是尸潮聚集点，那里有暴行者甚至是喷吐者出没。蓝色区域是安全屋和补给点，但大部分已经被搜刮空了。黑色叉号是黑钢集团的控制区，他们占据了工业园和炼油厂，手里有重武器，而且极度排外。这姑娘是个做情报的人才，截图、建模，把这些信息导入战术地图。除了这些，还有什么特别的消息吗？比如有没有什么奇怪的东西？最近黑钢集团在疯狂收集丧尸的脑袋，听说里面有水晶一样的东西，被称为神之血，经过某种特殊的提纯，可以作为强化药剂使用。夏天此时心脏疯狂跳动，作为双川门的主人，他比任何人都清楚，那个门现在还是1级，只能通过这几米宽的口子。如果想要升级，想要运送坦克、飞机甚至驱逐舰过去，肯定需要某种特殊的能量。看来我们有必要和这位幸存者进行更深入的接触了。你的情报很有价值，作为回报，我们可以给你提供庇护。如果你愿意，我们可以带你去一个安全的地方。我愿意。待在原地，不要走动，我们的人等会来接引你。对了，你是做什么工作的？看你刚才分析情报的逻辑，不像是一般人。我叫苏婉，海山生物科技研究所第3实验室主任。鸡病毒就是我们在那里发现的。立刻护送苏博士返回哨站，如果遇到阻拦，允许使用一切手段。明白。15分钟后，当苏婉穿过气密门，看到0号哨站干净整洁的环境时，他整个人都僵住了。欢迎你，苏博士，我是夏天，欢迎你来到特别行动基地。我是苏婉。饿了吧？先吃饭，吃饱了再说。没有任何客套，苏婉接过饭菜，立刻风卷残云似的开吃起来。这就是末世，哪怕是曾经的天才科学家，在饥饿面前，也只能回归最原始的动物本能。谢谢，现在我们可以谈谈交易了。苏博士，你刚才提到的晶核是这个吗？是的，这是最低级的晶核，通常出现在1级变异体体内，普通丧尸体内几乎没有。它到底是什么？我们称之为高能生物聚合体。鸡病毒不仅会破坏细胞，还会重组生物的能量代谢系统，它们会把宿主体内无法消化的能量，以及从外界吸收的辐射能，富集在脑部的一个特殊器官里，形成这种晶体。通俗点说，它就是变异体的电池。电池。夏天下意识地伸出手，就在指尖触碰到的一瞬间，一道半透明的信息流突兀地浮现在他的视网膜上。检测到可吸收能源，1阶生物晶核，能量纯度12%，含大量杂质，则和12能量点。当前双穿门等级1级，升级效果，扩大空间门至5乘5米，解锁物质传输通道，允许大型车辆通行。果然，这就是升级的关键。夏天同志，你怎么了？首长，我有重要情况汇报。苏博士，你先休息一下。随后赵建国带着夏天和陈国峰走进了隔壁的密室。说吧。首长，这东西它能给门充电。充电？对，刚才接触的一瞬间，我收到了反馈，这东西能提供双穿门升级所需的能量，只要数量足够，我就能把门扩大，甚至让坦克开进来。
一句话让整个指挥中心瞬间沸腾。如果能让坦克、装甲车甚至武装直升机直接开进来，那就是真正的钢铁洪流。需要多少？如果是这种低级晶核，大概需要100颗。陆云华到，通知特战旅全体集合，把这个红色区域给我围起来。既然怪物体内有我们需要的能源，那他们就不再是威胁，而是行走的矿包。从现在开始，我们要开始挖矿了。既然苏博士的身份已经确认，我建议立即将他转移到 P4实验室进行全面检查。他脑子里的知识对我们解析那个世界至关重要。不行，在完全排除病毒潜伏期和变异风险之前，绝对不能让他跨过那道门。我们身后是14亿老百姓，这个险我们冒不起。命令工兵连加快进度，依托4号楼建立的0号哨站，要尽快完成全楼封闭。经过特战旅一整天的大扫除，这栋楼以及方圆200米内的丧尸已经被清理得干干净净。整栋大楼的窗户正在被工兵们用厚钢板和密封胶逐一封死，巨大的空气净化机组正在轰鸣，试图将楼内的空气置换为安全的可呼吸环境。此时，经过治疗洗漱后的苏万，整个人焕然一新。苏博士，想必你也看出来了，我们来自另一个世界。出于防疫安全考虑，我们暂时不能邀请你通过光门。夏天先生，我知道你们担心什么，我是病毒学家，我比你们更清楚记忆病毒的可怕。我会留在这里，配合你们的所有研究，我会把我脑子里关于这个世界的一切病毒图谱、变异生物弱点、资源分布，全部交给你们。我只有一个请求，如果有一天确认我身上没有危险了，请让我去那边看一看太阳。告诉他，会有那么一天的。命令工兵连24小时轮班，3天内完成4号楼的整体气密性改造。我要让我们的战士在这栋楼里能摘下防毒面具呼吸。3天后，一队队全副武装的士兵从光门中鱼贯而出，迅速在0号哨站外围的街道上展开防御阵型。注意，这不是演习，所有人检查防毒面具气密性，打开敌我识别系统，重武器小组就位。报告指挥部，右达小组已就位。开始行动。在距离0号哨站约500米的一处十字路口，2架无人机悬停在半空中，下方挂载着大功率军用扩音器。随着音乐声响起，原本躲藏在阴影里、废墟下、汽车残骸中的丧尸们，像是被捅了窝的马蜂，瞬间沸腾，无数声嘶吼此起彼伏，密密麻麻的身影从四面八方涌出。猎物上钩了，各单位注意，准备开火。楼顶的2挺重机枪率先咆哮起来，12.7毫米的子弹压制在狮群的前锋线。紧接着，部署在2楼和3楼窗口的几十支自动步枪也同时开火，焦油火力网瞬间覆盖了整条街道。那些让幸存者闻风丧胆的丧尸，在金属风暴面前，脆弱的像纸糊的一样。3号区域发现暴行者，请求狙击。收到。暴行者体型巨大，皮糙肉厚，普通的子弹很难短时间对其造成伤害。仙台上，一名狙击手冷静地扣动扳机，一只试图跳跃突进的暴行者，西瓜直接被炸开。不到10分钟，原本拥挤喧起的街道重新归于死寂，只留下满地的丧尸。这就结束了。在隔离舱观战的苏万目瞪口呆，他见过尸潮，那是一种令人绝望的天灾，但在这些训练有素的军人面前，尸潮竟然显得如此不堪一击。打扫战场，工兵连上，一定要在晶核能量逸散前挖出来。几十名穿着全封闭防化服的战士冲上街道，开始在丧尸中寻找晶核。夏天站在光门前，看着一袋袋消毒后送回来的晶核被光门全部吸收。能量充能完毕，双穿门等级提升至2级，空间门尺寸扩大至5乘5米，解锁新特性，物质传输通道，解锁新权限，双向大型载具通行许可，空间锚点迁移，宿主可通过意念随时调整光门大小。首长，门开了，而且比我们预想的还大。不过这里的庙太小，容不下那尊大佛了，我们得给他换个新家。你是说现在的光门已经可以移动了？是的，只要墙面足够大，它就能完全展开。好，地方我们早就准备好了。半个小时后，某地下防空洞中，一辆辆早已准备好的坦克缓缓驶入那扇巨大的光门。短短10分钟内，一支全机械化的重装甲部队就这样奇迹般出现在了末世的废墟之中。轰鸣的柴油引擎声，方圆2公里内的丧尸都被这从未听过的巨大动静吸引了。他们从阴暗的角落里爬出，从废弃的商铺中涌出，嘶吼着向着操场冲来。报告，雷达侦测到大量热源生物反应靠近，数量超过3000，还在持续增加。省得我们要一栋楼去搜了，把他们放近一点，命令装甲分队自由开火。嘶吼的丧尸根本连靠近的机会都没有，就被坦克无情的火力撕得粉碎。仅仅40分钟，几千只丧尸就清理完毕。收割小队进场收集晶核。这就是国家的实力吗？这才哪到哪，等以后空军进场了，或者上了导弹洗地，你才知道。
什么叫真正的火力覆盖？苏万接过可乐，感受着手心传来的冰凉触感，有一种不真实的恍惚感。比起看热闹，苏博士，那边才是你的战场。此时的另一侧，工兵部队正在用惊人的速度搭建一片白色的方舱建筑群。那是第3级移动生物实验室。为了安全起见，我们直接调来了一整套野战方舱医院和最高等级的移动实验室。这里面的设备都是现役最先进的离心机、电镜、基因测序仪。虽然不知道你具体需要什么，但我们把能想到的顶级设备都给你搬来了。苏婉的手微微颤抖，他太清楚这些东西的价值了。在末世，一台还能运转的显微镜都能引发2个营地的火拼，更别说是一整套完整的生物实验室。只要有设备，我就能对这些晶核进行深度分析。黑钢集团那种直接使用的土办法不仅危险，而且利用率极低。给我3天时间，配合我带出来的数据，我一定能搞清楚它的能量成分，找到真正安全的利用途径。好，这里已经安全了。从今天起，以这栋楼为圆心，方圆2公里就是我们的绝对领土。海山是黑钢集团第3净水厂，这里是整座城市在灾变后唯一还算活着的地方。这批午餐肉的口感不如上次。是，森哥。森哥，出大事了！慌什么？是野狼邦纳又来骚扰运水车了，还是救济会又在搞什么集体献祭？都不是，你还是自己看看吧。这是什么时候出现的一股势力？机枪、坦克都有了。森哥，会不会是野狼帮挖到了什么战前军火库？不可能！传我命令，让夜宵带队，给我带上最好的装备夜视仪、消音器，还有那几支珍藏的高斯步枪。如果遇到硬茬子，允许他使用2号药剂。任务只有一个，摸清楚对面的底细。如果是过路的强龙，我们就装孙子去谈合作；如果是走了好运的肥羊，那就把他们连皮带骨头全都吃下去。老大，我们要不要去凑个热闹？趁他们打完丧尸，去捡个漏，说不定能捞到几把好枪。雷虎反手就是一个大耳刮子，直接把那个小弟抽的原地转了2圈。捡漏？我看你是想去捡骨灰，那是坦克，是正儿八经的履带式坦克，还要那种连发的声音，一梭子就能把我们这个破营地给犁平了。你带几把破射钉枪去捡漏，人家一炮过来，你连扎都不上，要变天了。深夜，几道鬼魅般的身影在高架桥上快速的穿梭。前面目标区域有强光源，注意隐蔽。队长，刚才那阵炮火声停了，看来那帮肥羊已经打完仗了，现在正累得趴在窝里睡觉呢。别大意，老板说了，这次的任务是侦查，摸清底细为主。如果对方防守松懈，那就抓个舌头回去。作为一名1阶速度强化者，他的神经反应速度是常人的3倍，100米冲刺能跑进7秒。他有信心有自信，就算遇到突发情况，也能全身而退。此时0号基地指挥所屏幕上5人的身影清晰可见，甚至连体温、心率都标注得清清楚楚。这就是黑钢集团的精英。这种前行水平，在我们特战大队连选拔赛第1关都过不了。你看那个走在左边的吊儿郎当，生怕狙击手打不中嘛。懂得利用地形，懂得分散队形，只可惜他们的装备理念还停留在20年前。我们的蜂鸟微型无人机悬停在他们头顶100米的地方，他们竟然一点察觉都没有，这就是代差。首长要干掉他们吗？只要一声令下，3秒内就能让他们西瓜开花。别急，黑钢集团既然派人来送礼，我们哪有拒之门外的道理？苏婉不是说缺实验体吗？这几个进化者正好给他送去切片研究啊，不是配合研究。抓活的，既然要立威，那就让他们看看什么叫现代战争。此时的夜宵突然感觉到一股莫名的寒意直冲天灵盖。停！怎么了，队长？不对劲，太安静了。队长，你看那边，那是主战坦克。黑洞洞的炮口瞬间锁定了他们藏身的方位。这是陷阱，快走！就在他转身的一瞬间，一声沉闷的枪响，他手中的战术匕首连同半个手掌直接被一颗大口径子弹打滴粉碎，又是几道蓝色的电弧划破眼前，被我们浑身剧烈抽搐，倒地不醒。就在夜宵拿出2号药剂准备拼一把时，瞬间强烈白光让他直接阵亡，惨叫一声摔倒在地。欢迎来到0号基地。别开火，我投降。1个小时后，地下审讯室。抬起头来。说实话，我对你们那个什么进化者的能力挺感兴趣的。来看看这个，细胞重度衰竭，基因链崩溃前兆，预计剩余寿命不足3年。这是什么意思？我的首席科学家刚刚分析了你的血液，你们的强化药剂其实就是在透支你们的生命。不可能，森哥说过，这是进化的钥匙，这是新人类的标志。你在骗我，你想动摇我的意志？你自己难道没感觉吗？每次使用力量后的极度虚弱，夜晚骨骼深处的剧痛，还有越来越难以控制的嗜血欲望。夜宵的脸色瞬间变得惨白，夏天说的每一个症状
都精准地击中了他内心深处最大的恐惧。他们一直在骗我们。虽然不可逆，但如果你配合的话，苏博士或许有办法帮你延缓这个过程，甚至让你在剩下的日子里活得像个人。你要什么？我要第3净水厂的一切，布防图火力点、人员配置，还有那个李森的藏身处。半小时后，指挥中心3道防线，2000多名奴隶作为肉盾，还有300名全副武装的私军。除了我们见过的那些改装装甲车，他们竟然还藏着一架武装直升机。根据叶宵的交代，黑钢集团的核心战力，除了这300私军，还有大约50名像他这样的进化者，其中最强的是安保队长屠夫，据说是个2阶力量强化者，能徒手掀翻小汽车。在重机枪面前，掀翻小汽车并没有什么战术价值。现在的关键是，他们控制着水源。如果我们强攻，李森那个疯子很有可能会炸毁净水设备，甚至在水里投毒。那是海山市唯一还在运作的深层地下水井，也是我们未来开发这个世界的关键资源。所以不能强攻，只能智取。错，是斩首。夏天同志，你不是一直想试试双川门的空间锚点迁移实战效果吗？首长，您的意思是，如果我们将光门直接开到他们的大本营内部呢？比如那个李森的办公室隔壁。看了，这绝对是史上最不讲武德的特种作战。深夜，海山市天空又下起了黑色的暴雨。在距离第3净水厂约2公里的一处废弃地铁口，一支精卫小队正借着夜色前行。还要多久？从地铁通道走，那里有一个直通净水厂泵房的洞口，李森的办公室就在正上方，那是整个基地唯一的防守盲区。你最好祈祷那条路还没塌，否则你会是第一个被埋在里面的人。一行人有惊无险地穿过地铁通道，又进入叶宵所说的洞口，终于抵达了净水厂泵房内。就是这里。检测到符合条件的依附载体，是否在此处展开空间门？带他下去，看管起来。2名队员立刻上前，不由分说地给叶宵套上了黑色的隔音头套，哪怕他现在已经投降，也不能让他看到门的秘密。所有人准备，给我开！幽蓝色的光芒在这漆黑的地下空间骤然亮起。行动代号雷霆，进攻！3辆装甲车率先而出，随后又是几辆坦克接踵而至，最后是整整2个排着全副武装特战队员。看着这震撼人心的一幕，夏天心中更是一种难以言喻的激昂。这就是背靠国家的力量，什么末世军阀，什么觉醒者，在现代化的成建制军队面前都是土鸡瓦狗。行政楼3层总经理办公室，叶宵还没回来。还没，老板。不过那个方向刚才传来了枪声，估计是那个小营地反抗了一下，耽误了点时间。叶宵办事您放心，天亮之前那个营地的物资和那个漂亮妞肯定能送到您床上。最好是这样，最近不太平，听说西边的那个救世军又在蠢蠢欲动。突然一声巨响，仿佛地龙翻身。怎么回事？地震了？报告老板，地下室炸了啊！什么？不是炸了，是有车有坦克从地下室冲出来了。你丫的疯了吗？地下室哪来的坦克？那是地鼠打洞钻进去的吗？下一秒，沉而密集的重机枪扫射声直接在楼下的大厅炸下。李森刚准备逃跑，办公室大门就被踹飞，2枚震撼弹滚了进来。刺眼的白光和巨大的噪音瞬间剥夺了李森的所有感官。李森是吧？如果你不想西瓜开花，就让你的人全部放下武器。这不可能！你们到底是从哪里冒出来的？说出来你可能不信，我们是从你家地下室长出来的。战斗结束的比预想中还要快，广场上曾经不可一世的黑钢集团私军此刻全都跪倒在地。这是大米粥，还好，对，每人都有，老人、妇女和儿童优先，不要急。食物管够，领取完食物的人到左边的医疗帐篷接受体检。真的，给我们吃！一个小女孩怯生生地问道，眼神里写满了渴望和恐惧。吃吧，以后不用再饿肚子了。李森办公室，这里已经变成了临时的前线指挥部。这就是文明重建的第一步。夏天你做得很好，不仅拿下了地盘，更重要的是你赢得了人心。有时候一碗热粥确实比枪炮管用，但要守住这份人心，还需要更多的东西。资源清点出来了吗？报告首长，初步清单出来了，战果超乎想象。首先是黄金，李森这家伙是个守财奴，他在地下金库里囤积了大约 2.1 吨黄金。2.1 吨黄金放在现实世界就是20多个亿的资金，可以让星火计划进行得更加顺利。其次是科技设备，这是最大的惊喜。我们在李森的私人收藏室里发现了这批军用级的战术平板和一台便携式服务器，虽然是12年前的型号，但因为一直封存在铅盒里，状态完美。有了这些东西，我们不仅可以更进一步了解这个世界的科技，海山市的地图我们将了如指掌。最后也是最重要的，黑钢集团这几年搜刮的所有高品质晶核都在这里。
检测到高纯度能量源，预计可转化能量9780点。仅仅是打掉一个区域性的军阀势力，竟然就凑齐了升级双川门90%的能量。我们在李森的电脑里还发现了海山市周边的势力分布图，有2个非常关键的坐标。第一个位于城西的灯塔营地，标注显示那里聚集了大量的战前科研人员，拥有相对完整的工业生产能力。第二个就是海山市的中心医院，疑似4阶变异体母巢所在地，经核储量无法估量。看来我们的下一个目标已经很明确了，1级战备解除，各单位转入建设状态，务必在24小时内建立初步防御圈。请所有16岁至55岁的健康成年人前往行政楼1楼大厅集合，进行身份登记和劳动力分配。老张，你说他们会让我们干什么？不会是去当幼儿营丧尸吧？你见过给奴隶发新衣服的土匪吗？姓名张建国。男人结结巴巴的回答，下意识的就要跪下。不用行礼，站直了。以前是干什么的？原本是这厂里的工程师，后来在黑钢那边负责修水泵和发电机。工程师，看着镜头。身份档案建立，张建国，52岁，高级技术人员，编号01-042。带上这个，这是你在基地的身份证，也是你的钱包和健康监测仪。钱包。没错，在01号基地，我们不使用旧时代的货币，也不实行奴隶制配给，我们实行贡献点积分制。此时的屏幕上各种积分任务不停滚动刷新。这是真的吗？当然，我们首长说了，在这里劳动最光荣，多劳者多的。我报名，我不光会修泵机、发电组、变压器我都会修，给我工具，我现在就能干活。很好，去 B 区参加考核吧，通过后今天就开始计薪。临时指挥室内，看来人类适应环境的能力远比我们想象的要强。不仅是适应，更是对秩序的渴望。这套积分系统本质上就是重建信用体系。这还要多亏了国家提供的物资支持，要是没有那堆积如山的罐头和粮食做信用背书，这套体系也很难完转起来。这只是开始，国内的专家团队已经对你送回来的晶核样本进行了初步分析，这东西蕴含的能量密度极高，如果能破解其能量转化机制，哪怕只是1/1000，对现实世界的能源格局都是颠覆性的。所以夏天01号基地必须稳住，这里是我们未来的能源矿场。放心吧，赵叔。对了，苏婉那边怎么样？他比你还忙，咱们这边的第一批元件专家组已经过来了，那帮中科院的老教授平时走2步兜船，结果一看到苏婉拿出来的病毒样本和变异体切片，一个个兴奋的跟打了鸡血似的，差点没晕过去。现在他们都钻进了地下2层的 P3实验室，全都听苏婉指挥。那场面一群白发苍苍的院士围着一个小姑娘叫老师请教异界生物学知识，真是有趣。3人行必有我师嘛，让专家们多学学，尽快把2届的科技术融合起来，只要别搞出生化危机就行。夏古文，你放心，安全红线我们一直盯着。突然，指挥中心的红色警报灯亮了起来，无人机传回画面，一直有1辆装甲车和3辆越野车组成的小型车队，正在废弃的公路上一路狂奔。确认身份是灯塔营地的车队，看这架势，不像是在行军，倒像是在逃命。不管是来干什么的，得让他们明白这谁说了算，并教会这些邻居怎么好好说话。夏古文，你就放心吧，交给我来部署。01号前进基地地下2层。夏天，什么风把你吹来了？来看看我们的首席科学家怎么样？这套新家当还满意吗？简直就是天堂！灯塔营地虽然也保留了一些战前设备，但因为缺乏电力和维护，一大半都趴窝了。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嘛。我听陆云花说，你刚来就搞了个大新闻。给你看一段视频。画面中，一个骨瘦如柴男子在满是丧尸的房间里浑身颤抖，周围那些平时闻到活人味就会发狂的丧尸，此刻却像瞎子一样对此视而不见，甚至触碰也会当作石头一样避开。这是隐身？不是视觉上的隐身，是嗅觉和感知上的屏蔽。我提取了那种特殊的酶，利用你们提供的基因编辑技术，剔除了其中导致细胞崩溃的毒性片段，并用一阶晶核粉末作为稳定剂，合成出了这个一种丧尸信息素伪装喷雾，我叫它迷雾1号。夏天接过那支冰凉的喷雾剂，心中掀起了惊涛骇浪。这不就是行走废土的官方外挂吗？效果测试过吗？有效半径约3米，持续时间30分钟，但是对于2阶以上的变异体效果会大打折扣。足够了，足够让我们的搜索队深入城市中心，足够让我们去那些以前想都不敢想的死地。苏婉，你立大功了。突然，夏天的终端开始震动起来。怎么了？侦察无人机传回一段画面，一股规模不小的变异兽群正在围攻灯塔营地的外墙。如果不介入，以灯塔的防御火力，他们撑不过今晚。前方是军事禁区，请立即停车。
一颗12.7毫米的子弹精准地打在了领头车辆的轮胎上，车队在一阵刺耳的刹车声中停在了大桥上。别开枪，别开枪！我们是灯塔营地的搜索队，我们弹药都打完了，后面有东西在追我们，我们没有恶意。远处一群体型硕大的变异山羊正以惊人的速度奔袭而来，壮汉绝望地闭上了眼睛。在这个距离停车，被这种以速度著称的2级变异兽追上，基本就是死路一条。这时一阵柴油发动机声响起，壮汉猛地睁开眼，他看到了这辈子最让他震撼的一幕。一辆辆主战坦克快速驶来，机枪发出了一连串怒喊，那些气势汹汹的猎杀者纷纷倒地，不能再前进1米。这是正规军，战前的正规军。10分钟后，基地广场，喝点吧。壮汉下意识地接住，拧开盖子就是一顿猛灌。这是真水。说吧，来干什么？屁股后面为什么跟着尾巴？我们本来是奉命出来侦察的，结果西边的山区炸锅了，那些平时躲在深山里的变异兽突然全部冲了出来，不仅有猎杀者，还有巨力者，甚至还有人看到天上有龙。有龙？是腐肉飞龙。夏天他说的是真的，刚才我们再次确认了信号源，灯塔营地确实已经被包围了。苏博士，你还活着？你在这里？怎么，很意外吗？王队长，当年把我父亲赶出实验室的时候，你可是带头砸门的那个。叙旧的话以后再说，所以你跑我们这边来干什么？夏长官，求求你救救灯塔吧，那里还有3000多人，虽然首领他们不是东西，但底下的幸存者是无辜的，而且营地里还有很多设备，很多资料，如果被兽潮攻破，就全完了。3000个劳动力，加上苏博士你念念不忘的那些设备和同事，这笔买卖能做？同意，这确实是一笔划算的买卖。陆云花，带上装甲，联合2个机步连，去把人接回来。记住，我们要的是人口和设备，不是废墟，尽量减少附带损伤。是，保证完成任务。整整10辆主战坦克，数十辆步兵战车，急速向着灯塔营地驶去。如此嚣张的行军方式，仿佛就是在跟整个海山市的丧尸宣战。巨大的动静很快就引来了数千只丧尸，车载重机枪火力全开，冲在最前面的丧尸像割麦子一样成片倒下。2个小时后，灯塔外围，看来我们来的正是时候。各单位注意，目标前方兽潮，一个不留。密集的火力在兽潮中炸起，冲天的火焰瞬间在灯塔外围燃烧起来。灯塔地下室中，这里是兽潮袭击中最后一道防线。就在所有人都以为必死无疑时，震天响的炮火声过后，一道广播声传来：这里是星火队员队，我是夏天，现在这里我们接管了。周首领，不出来迎接一下你的救命恩人吗？这一刻，周成知道灯塔有救了，但从今天起也要改姓了。为了庆祝灯塔营地幸免于难，也为了庆祝苏博士回家，今晚不限量供应皮蛋瘦肉粥和红烧肉罐头，敞开吃，管饱。人群瞬间沸腾了，在这末世，谁能给上一口吃的，那就是比亲爹还亲。周首领，别沮丧着脸了，我们不是强盗，我们是来合作的。夏指挥官，您看上了什么？尽管拿去吧，只要能让我们活下去，能让我们像个人一样活下去。我要的是重建文明，而你们灯塔营地的技术就是重建文明的基石之一。跟着我，你就是重建这个世界的功臣。周成的身体猛地一震，看着眼前这个年轻人自信的眼神，他那颗早已死寂的心竟然微微跳动了一下。周首领，让我看看你们到底藏了什么好东西，值得苏婉念念不忘，也值得黑钢集团如此觊觎。请跟我来，灯塔营地还是有些家底的，有些东西就算是战前也是绝对的机密。这就是我们的核心资产，泰坦外骨骼原型机以及配套的第3代神经连接系统。它可以让一名普通士兵拥有举起一辆小轿车的力量，奔跑速度达到每小时60公里，并且能抵御 12.7 毫米口径机枪的直射。确实很强。可惜它只是一堆废铁，因为没有配套的高能电池，现在的它只能插着电缆在实验室里走2步，一旦拔掉电源，它就是个几百斤重的铁棺材。没错，能源确实是最大的问题，所以这才是真正的宝藏。高密度固态氢电池，它的能量密度是传统锂电池的50倍，理论上只要这一块电池就能让泰坦全功率战斗6个小时。这电池你们根本就造不出来。是的，我们造不出来，这东西对环境要求极高，需要无尘真空的生产线和极其稳定的巨大的电力供应，还需要一条完整的稀有金属产业链。在如今这个废土世界，甚至连一颗合格的螺丝钉都很难凑齐，更别说这种工业皇冠上的明珠了。夏天突然笑了起来。无尘真空生产线、稳定电力供应、完整的产业链，这些在末世里难如登天的条件，对于背靠整个强大工业国的我来说，简直就是量身定做。
夏先生，您拥有我无法想象的背景和实力，我愿意献出这一切，图纸、样品、数据，甚至是我手下的所有科研人员。作为交换，我希望保留对灯塔营地幸存者的管理权。当然，名义上我们属于您的下属机构，但具体的内部事务，你想当不翻我？我只是想在这个乱世里，给跟着我的兄弟们谋一条活路，也给我自己留一点尊严。毕竟这套技术即使在战前，也是价值连城的。夏天没有立刻回答他，而是摸了摸那台泰坦战甲。周首领，你似乎搞错了一件事，这东西在你手里只能用来点亮几个灯泡，或者当成一块昂贵的砖头。它不仅不能帮你抵御受潮，反而会引来像黑钢集团那样的恶狼。而在我手里，我有完整的工业体系，我有数以万计的工程师，我有无穷无尽的原材料。那些困扰你的工业门槛，对我来说只是启动机器的电费而已。我能把它变成流水线上的商品，变成保护人类的盾牌，变成照亮黑暗的光。你说它是宝藏，但在你手里，它只是催命符。至于你说的管理权，周首领，你觉得那些刚刚吃完红烧肉的幸存者，是愿意继续跟着你吃糠咽菜，还是愿意跟着我顿顿吃肉？周成的脸色瞬间变得惨白。我给你2个选择，第一，带着你的尊严离开这里，去外面和丧尸讲道理。第二，无条件并入01号基地，你可以进入我们的后勤部或人事部任职，虽然没有了首领的头衔，但你有干净的水喝，有热饭吃，有一张安全的床睡觉，甚至如果你表现得好，我可以给你一支真正属于你的装备精良的小队，去实现你保护幸存者的理想。大厅里一片死寂，周成死死地盯着夏天，胸口剧烈起伏，他不甘心，真的不甘心。但理智告诉他，眼前这个年轻人说的每一个字都是事实。我选第2条，明智的选择。01号前进基地实验室。天才，简直是天才的构想。怎么说，陈老？夏天，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在这个电池出现之前，无论是锂电池还是石墨烯电池，本质上都无法突破化学能的极限。但这块电池将氢原子以金属态的形式固化在晶格中，这不仅仅是电池，这简直就是一个微型的、安全的氢弹能量库。它的能量密度达到了惊人的5000瓦时每千克。这是什么概念？现在最好的军用锂电池也只有300瓦时每千克左右，它比现有的电池强了整整10几倍。刚才周成不是说50倍吗？它那是极限理论值，但即便是现在的10几倍，也足以改变世界了。你想想看，一辆原本续航500公里的电动车，换上这个，续航能达到1万公里，这甚至比燃油车还要持久。更重要的是，它解决了我们目前最大的痛点——高能武器的小型化。你是说外骨骼战甲？不仅仅是战甲，还有电磁轨道炮、高能激光武器。以前这些东西之所以无法列装，就是因为需要逼着一个巨大的发电机，但现在只要一块砖头大小的电池，就足够支撑一场高强度的城市巷战。夏天，你带回来的不是一块电池，你是带回来了一把开启未来战争大门的钥匙。夏天看着那块黑色电池，也不禁感到一阵心潮澎湃。双川门的真正意义，不是为了那几吨黄金，也不是为了那几颗晶核，而是为了这种能让龙国文明在现实世界实现弯道超车，甚至直接起飞的黑科技。那多久可以量产出来？给我3个月，不，1个月，我就能拿出第一批国产化的样品。好，那就拜托您了，我去地下实验室看看苏婉那边的研究。看来你的嫁妆很丰厚啊。电池并不算什么，这才是真正的宝藏。你以为外骨骼就只是几块钢板加电机吗？这是一套完整的工业体系结晶。为了驱动这台大家伙，海山市的科学家开发了配套的碳基芯片架构，算力是现在硅基芯片的10倍。为了让它能像人类肢体一样灵活，他们编写了第3代神经拟态 AI， 这可是真正的人工智能雏形。夏天听得整个人都麻了。看来要不了多久就可以给现实世界的敌对势力上强度了。赖的显微镜轻拿轻放，那是汉斯国蔡司的古董。那边的服务器机柜先拆硬盘，小心静电。那个夏长官，这些应急灯也要带走吗？那是核电池供电的长效灯，虽然技术老了点，但在野外还是很有用的。周首领，浪费是可耻的。他突然觉得自己输给这帮人一点都不冤，这不仅仅是武力的差距，更是一种深入骨髓的勤俭持家精神的差距。2个小时后，一支由坦克开路、10几辆满载物资的重型卡车和改装客车组成的车队，浩浩荡荡地驶离了灯塔营地。01号前进基地食堂内，当幸存者们看到那些热气腾腾的白面馒头和一碗碗红烧肉炖土豆时，众人的心理防线彻底崩塌。基地指挥中心，收心工作很顺利，经过初步甄别，这批幸存者中高级职称的专家就有35名，
中级工程师120多名，熟练技术工人近200名。很好，通知苏博士尽快安排他们进入工作岗位，配合陈教授，先把那台服务器里的数据吃透。是，刚才负责外围警戒的暗哨报告说，在车队回来的路上，似乎感觉到了地面的震动。地震是坦克引动的吗？不像是，那种震动频率很低，而且来自于地下深处，就像是有什么巨大的东西在翻身。难道这次搬家的动静太大了，惊动了市中心下方的母巢？加强警戒，雷达全功率开启，无人机巡逻范围扩大1倍，一旦发现异常，直接拉响1级战斗警报。现实世界，地球京都。首长，各位领导，经过我们科学院3个小组连续48小时的交叉验证，现在我可以负责任地向组织汇报，我们拿到了通往未来的钥匙。陈教授，你是国家的功臣，也是科学界的泰斗，我们需要的是数据，不是形容词。这是夏天同志从一届带回来的固态氢电池，能量密度5000瓦时每千克。如果我们把它装进潜艇，我们的常规潜艇可以像核潜艇一样无限潜航。如果我们把它装进坦克，我们的装甲部队将不再需要伴随油罐车。如果我们把它装进无人机，它可以绕地球飞行3圈而不落地。这是苏婉博士整理传输回来的碳基芯片架构。虽然我们目前还没有生产它的光刻机，但它的设计思路比我们现在的硅基芯片领先了整整2代。吃透它，我国被西方卡了30年的芯片脖子将彻底成为历史。这是外骨骼的神经拟态控制算法，这是全息成像的底层逻辑。随着陈国峰的讲述，会议室里原本严肃压抑的气氛逐渐被一种难以言喻的激动所取代。这不仅是科技的进步，这更是国运的逆转。夏天同志的想法是什么？报告首长，夏天同志的态度很明确，全部上交国家。他希望国家能利用这些技术，尽快形成战斗力，反哺异界，因为那边的威胁可能远超我们的想象。同志们，天与不取，反受其咎。我提议：第一，成立昆仑科技集团，作为军民融合的掩护，由陈国峰同志牵头，举全国之力，集中攻关异界科技的逆向工程。第二，将星火计划的保密级别提升至绝密。第三，批准向01号基地增派工程兵团和特战大队。夏天同志说的对，我们要搞双界互补，地球做不了的实验，去那边做，那边缺的物资，我们给。这一次，我们要让世界看看什么叫龙国速度。同一时间，大洋彼岸鹰江某情报机构，长官，最近有些不对劲。什么事？东方那个国家的能源网络和物流系统最近出现了一些很难解释的波动，他们调动了大量的战略级物资，特种合金、稀土、高标号水泥，甚至还有一些封存的军用设备。但是这些物资并没有流向任何已知的国家级重点工程。是不是去造航母了，或者去西北发射基地了？没有，他们的终点很模糊，似乎在向南方某个沿海城市汇聚，但在那之后就像是泥牛入海，失去了踪迹。而且那个区域的民用电网负荷并没有显著增加，反而是一些军用光缆的加密通信量激增300%。看着那份语焉不详的报告，主管心中升起一股不安的预感，他本能地嗅到了一丝危险的气息。难道他们在搞什么秘密的地下防御工事，还是在研发某种需要巨量资源的新型武器？无法确定，目前没有任何直接证据。不管他们在搞什么，盯紧他们，启动我们在那边的深度睡眠者，告诉他们不惜代价，哪怕只能搞到一张废纸，我也要知道龙国人到底在藏什么。这就是第一代昆仑，全重35公斤，最大负重150公斤，100米冲刺速度可以达到12秒，而且集成了最新的火控辅助系统，就算是一个新兵穿上它，也能轻松压住重机枪的后坐力。先装备给特战小队，我有预感，这种平静的日子过不了多久了。夏天来一趟实验室，那个东西做出来了。看来今天真是个好日子。苏博士，没想到这么快就有结果了。这是一把基因钥匙，可以提升常人30%左右的力量和耐力，反应速度提升20%，还能对疾病毒产生一定的抗性。就算被丧尸抓伤，只要在1小时内处理，大概率不会变异。这是战略级的突破。但这毕竟是第一代实验品，我们需要1名志愿者进行人体实验。我来，我是基地负责人，我有义务。胡闹！你不仅是基地负责人，你更是双川门的唯一宿主。你的命是国家的，不是你自己的，别逞英雄。我们不是有2000名幸存者，还有几百名等待赎罪的黑钢旧部，去找一个过来就是。5分钟后，曾经偷袭0号基地的突击手张虎被带到实验室。注射这支药剂成功了，你就是01号基地的正式战斗人员，享受双倍积分待遇。
以前的事既往不咎，失败了我们会给你立个碑。张虎看着那只淡蓝色的药剂，喉结剧烈滚动了一下。领导，我干了！随着药剂注射进去，张虎突然发出一声凄厉的惨叫，跌倒在地，心率飙升到160，血压爆表。就在大家以为他坚持不住时，张虎的抽搐突然停了，浑身皮肤通红。成功了！我感觉我现在强的离谱。恭喜你，你赌赢了。从现在起，你是星火特战编队的一员。还没等他高兴，一阵剧烈的震动突然打断了这一切。警报！警报！地下防御墙破裂，有什么东西钻进来了？该死，就在军火库下面。看来我们的客人等不及了。力战，带上你的特战队，穿上新装备。张虎既然拿了好处，现在该你卖命了。首长放心，谁敢动咱们的军火库，老子撕了他！地下军火库外围走廊拥有厚达3米的钢筋混凝土墙壁，此刻出现了一个直径约2米的不规则大洞，洞口深处传来一阵令人牙酸的摩擦声。各小组注意，建立扇形防线。忽然，洞口那令人窒息的黑暗中亮起了2点猩红的光芒，紧接着是4点、6点、8点，密密麻麻的红点在黑暗中亮起，如同无数双来自地狱的眼睛。热成像显示大量高能生物反应，数量30只以上，距离接触还有3秒、2秒。一道黑影如闪电般从洞口射出，借着惨白的灯光，众人终于看清了他的真面目。那是一只体型瘦长、四肢着地的人形怪物，它全身覆盖着灰色的鳞片，双手已经完全异化成了巨大的骨质利爪。一声金铁交鸣的巨响，怪物那足以撕裂装甲车钢板的利爪狠狠地抓在力战的双臂上，巨大的冲击力让力战脚下的地面瞬间龟裂，但它却像一颗钉子一样一步未退。左臂装甲受损 5%， 液压系统压力正常。就这点本事，还不给我死开！一声闷响，紧接着是令人牙酸的骨骼碎裂声。这只重达200斤的怪物，身体像破麻袋一样倒飞回洞口附近。就是现在，压制射击！蓄势待发的火车瞬间喷涌而出，密集的枪声和手雷的爆炸声瞬间响彻整个走廊。怪物的数量实在太多，而且极度悍不畏死。一只漏网的怪物利用同伴的尸体做掩护，试图绕过正面的火力。那只飞扑而来的怪物被张虎抡起手中的巨型铁锤，直接将西瓜砸得粉碎。战斗持续了整整15分钟，直到洞口再也没有黑影冲出，枪声才逐渐停歇。停止射击，保持警戒。没有痛觉，骨骼密度是普通丧尸的3倍，而且似乎长期生活在地下。视觉退化，但听觉和嗅觉异常灵敏，爪子也很适合挖掘。这是暗夜猎手，我在黑钢的资料库里见过这种描述。他们是母巢的斥候兵种，专门负责挖掘地道和夜间偷袭。看来母巢已经锁定我们的位置了。那守巢的主力应该已经不远了。封锁洞口，工兵组上速干水泥，把这个洞给我堵死。另外，在墙壁里预埋震动感应雷，只要他们敢再挖，就送他们上天。地下军火库的警报刚刚解除，刺耳的防空警报声却毫无征兆的在整个01号前进基地上空炸响。这里是指挥中心，雷达侦测到地面防御圈外围出现大量高速移动目标，他们在试探我们的火力网死角。重复，他们在试探死角。此时基地外围几道黑影如鬼魅般贴着地面急速穿行，他们利用废弃的车辆、倒塌的墙壁作为掩护，动作整齐划一，显然是在执行某种战术动作。指挥中心的大屏幕上，几十个红点正围着基地外围快速游走。很聪明，先是用地下挖掘吸引我们的主力，然后再用地面部队试探我们的防空死角和反应速度。这根本不是野兽，这是一支军队。这也是变异体的可怕之处，他们有一个统一的大脑。这些暗夜猎手只是他的眼睛和触手，如果我们不能一次性把他们打疼，他们就会源源不断的送死，直到摸清我们的底牌。想摸底牌，那就给他们看看什么叫底牌。陆云华，启动区域拒止系统，照明弹5发齐射，把天给我点亮，然后让陆盾热身。收到。5发高亮度照明弹在基地上空500米处猛然炸开，原本漆黑如墨的战场瞬间亮得如同白昼。那些躲藏在黑暗中的怪物瞬间无所遁形，甚至还有一只一直在低空盘旋，企图从空中发动攻击的腐肉飞龙，也被强光逼出了身形，发出一声惊慌的嘶鸣。基地主楼顶层最新型近程防空反导系统陆盾3000已经准备就绪。这台钢铁巨兽装备了恐怖的11管30毫米转管机炮，射速高达每分钟11000发。它不仅配备了相控阵雷达，还集成了红外电视双模跟踪系统，真正实现了发现及摧毁的信火一体化打击。雷达锁定目标，火控数据解算完成。炮口喷出的火焰长达数米，密集的弹丸连成了一条肉眼可见的耀眼火边。首先遭殃的是那只半空中的腐肉飞龙，它甚至来不及拍打翅膀，就被这条火边抽中，仅仅 0.5秒，这只一展5米的庞然大物就被炸得粉碎。紧接着火边响扬，扫向地面，在每秒160发的恐怖射速面前，仅仅5秒钟，
任何掩体、任何怪物都成了笑话，只留下一地还在燃烧的金属碎片和令人作呕的肉泥。指挥中心内，目标清除确认，雷达显示区域内已无高能反应。五朝接到了与这些斥候的联系，他已经得到了他想要的信息。地面强攻不可行，空中偷袭也不可行。那就逼他换个方式，告诉所有人不要松懈。既然试探结束了，那他接下来大概率会发动总攻。力战，让你的特战队抓紧时间休整。另外，苏博士刚提取的那些晶核优先给张虎那批人使用。我们需要更多的强化战士，下一场就是真正的决战了。地球海滨市昆仑科技工业园，李总，最新的良品率报告出来了。经过工艺改良，昆仑一代量产版的良品率已经提升到了 98%， 现在的日产量可以达到50套，这在工业史上简直是个奇迹。50套还不够，上面的命令是3天内我要看到200套成品送往那个地方，这是死命令。现在的机器已经是在超负荷运转了，再加速的话，主轴可能会过热。那就加水冷，加润滑油，人蝎机器不行，任何人都别给我掉链子，每一套外骨骼都必须是完美的，因为他们不仅仅是机器，他们是战士的第2条命。是，我这就去安排增加夜班，顺便通知食堂给夜班工人加餐，每人3倍加班费。去吧，去创造历史吧。意见01号前进基地地下广场。我的天，这么多！张虎，根据你的体型和注射基因药剂后的力量数据，这是为你特制的重装突击型。重装型，没错，牺牲了一部分灵活性，但加强了正面装甲和负重能力。它的出力是标准型的 1.5 倍，可以让你轻松挥舞重型冷兵器，或者单人操作重机枪。张虎颤抖着手，抚摸着那冰冷的金属表面，那种触感让他想起了小时候第一次摸到父亲的猎枪时的感觉，那是力量的延伸，是生存的保障。穿上试试。随着一个个卡扣锁死的声音，系统启动。张虎只觉得身体一轻，仿佛摆脱了地心引力。感觉怎么样？张虎握紧了拳头，仅仅是这个动作，液压助力系统就带动空气，发出了一声爆鸣。他感觉现在的自己，就算是一头牛站在面前，也能一拳打死。我想打10个。别急，有你打的。这批装备一共150套，优先装备给你们这批注射了基因药剂的新兵。从现在起，你们就是01基地的重装步兵连。穿上它，你们就不再是末世的流浪者，而是文明的捍卫者。就在这时，刺耳的警报声再次响起。各单位请注意，远程对空搜索雷达侦测到大规模空中目标集群，高度2000，数量超过1万，重复，数量超过1万。01号基地神经中枢报告，远程对空警戒雷达侦测到大规模异常信号，方位0-3-0，距离250公里，高度3000米，速度约每小时200公里。目标数量初步估算超过1万，确认为腐肉飞龙群。根据数据库比对，这是海山市周边已知的最大规模空中变异体集群。启动1级防空响应，通知防空大队准备应敌。基地外围几辆拥有垂直发射系统的重型军用卡车蓄势待发，每一辆发射车都配备了8连装垂直发射筒，可以同时锁定和攻击多个目标。目标进入射程，距离70公里，所有发射单元已就绪，火控系统已锁定目标集群。全弹发射，数十枚防空导弹如同离弦之箭刺破夜空，每一枚导弹的造价都高达数百万，但在这场战斗中，它们的作用只有一个，用最直接、最暴力的方式将威胁彻底抹除。海山市上空70公里外，第一波导弹抵达了，剧烈的爆炸火球在黑云中心绽放，如同夜空中忽然亮起的太阳。针对生物集群目标，这些导弹特意换装了高爆破片战斗部，在撞击的一瞬间，数以万计的钨合金预制破片如同暴雨般向四周喷射，形成了一个直径超过100米的死网球体。一只接一只的飞龙在爆炸的冲击波和破片中化为碎片。第一波拦截确认击杀目标约1500单位，目标集群密度下降约 15%。第二波导弹装填完毕，继续发射，不要停。紧接着第2波、第3波、第4波，连续5波导弹攻击，雷达屏幕上原本密密麻麻的红点，已经只剩下不到1/10。这些侥幸存活的幸运儿，凭借着同伴尸体的掩护和爆炸产生的烟雾，跌跌撞撞地冲过了导弹拦截网，逼近了基地10公里范围。陆盾3000，解锁，自由射击。基地中央，那座早已饥渴难耐的钢铁巨手，终于发出了咆哮，每分钟11000发的射速。意味着每一秒都有超过180发炮弹被射出，这些炮弹在空中形成了一道密不透风的弹幕。一只飞龙试图俯冲躲避，但它的翅膀刚刚展开，就被密集的弹雨直接打成了筛子。建防区清理完毕，确认无存活目标。地面上，原本沿着一带的张虎和重装步兵连的战士们，一个个面面相觑。这就结束了。张虎看了看手中那把已经预热好的炼巨剑，有些哭笑不得。我还以为能活动筋骨呢。
这就是现代战争，没有肉搏，没有热血，只有数据和清理。对于这些低阶变异体来说，他们甚至没有资格看到我们的脸。那我们还穿这身装备干什么？因为不是所有敌人都这么弱，真正的威胁还在后面。警报！警报！侦测到高能目标反应，目标速度极快，它在贴地飞行，距离基地5公里，高度不足50米。三阶飞龙王，一展超过15米的巨型飞龙，它通体覆盖着厚重的鳞片，双眼燃烧着智慧的怒火。那不是野兽的疯狂，而是某种战术思维。他之前一直利用低空炸波和漫天的飞龙尸体雨做掩护，直到逼近基地5公里处才突然拉烧，这是有预谋的突袭。陆盾，锁定他，给我打！火鞭瞬间扫向飞龙王，然而目标身上泛起一层厚重的暗紫色光晕，如同一个半透明的能量护罩。30毫米的高爆穿甲弹打在上，竟然荡起了一圈圈涟漪，被某种高强度的生物力场弹开了。根据灯塔营地的研究资料，3阶变异体它们能够将晶核中的能量转化为生物力场，形成物理防护。强度如何？极高。陆盾3000的30毫米穿甲弹，动能足以击穿200毫米厚的均质钢板，但打在它的护盾上竟然被完全偏转。这个护盾的防御力至少相当于500毫米以上的复合装甲。按照这个速度，它完全可以在护盾耗尽之前冲到基地。坦克的仰角不够，无法锁定，它飞得太高了，我们的主炮打不到。陆云华，别急，既然导弹打不到，机炮打不穿，准备启动 B 号截击预案，开启电磁重力陷阱，所有地面人员立即进入掩体，重装步兵连准备接地。收到，重装步兵连已就位，我们会在基地广场等他。苏板博士，分析一下他的弱点。如果能够直接攻击到晶核，或者让它的能量消耗超过补充速度，护盾就会瞬间崩溃。也就是说，我们需要更强的火力，或者更精准的攻击。理论上，125毫米坦克炮的穿甲弹应该能够击穿它的护盾。那就让他下来，既然他想玩斩首，我们就陪他玩到底。一声惊天动地的巨响，硬化地面被瞬间砸碎。他昂起头，发出一声震慑灵魂的咆哮，眼神中更是充满了轻蔑与暴虐。欢迎来到地狱。飞龙王似乎听懂了这句调戏，长满倒刺的尾巴来回猛甩，将周围数台外骨骼战甲抽飞。张虎立战提剑，就要去砍飞龙王的肚子，然而迎接他们的却是一口浓烈的酸雨，战甲瞬间冒起白烟。警告，装甲完整度下降至 60%， 警告，外部传感器失效。张虎眼眶欲裂，掏出腰间的战术高爆手雷，朝着飞龙王的脑袋扔了过去。失去视野的飞龙王原地暴跳，紧接着陆地之王缓缓驶出，他冷硬的线条、厚重的装甲以及那根长得令人绝望的炮管，死死地指着飞龙王的脑袋。听说你的盾很硬。飞龙王感受到了死亡的恐惧，他疯狂地调动全身的能量，紫色的护盾瞬间光芒大盛。一枚尾翼稳定脱壳穿甲弹以1700米每秒的初速脱膛而出，那是一个由高密度无合金制成的长杆穿甲体，在如此近的距离下，它所携带的动能是恐怖的。那层号称能抵挡30毫米机炮的紫色能量护盾，在125毫米穿甲弹面前就像一张薄纸，巨大的动能瞬间将其胸口击穿，飞龙王巨大的身躯轰然倒地，战场瞬间安静了下来。乖乖，这就是口径的正义吗？指挥中心内，看着那倒地的异兽，所有人都松了一口气。这就是我们要的样本，也是我们通往3级双穿门的门票。让医疗队下去，今晚的夜宵给重装连加2个鸡腿。当3阶晶核被取出时，周围的空气都产生了轻微的扭曲。这简直是完美的能量聚合体，它的能量密度起码是2阶晶核的10倍以上。如果能解析它的结构，我们对固态氢电池的研发将会有质的飞跃。辛苦了，不过它的第一使命不是电池，而是钥匙。走吧，让我们看看这把钥匙能打开什么样的大门。地下车间，当那枚3阶晶核被双穿门吸收后，蓝色漩涡开始剧烈旋转。检测到基地能量储备充足，是否升级？是。瞬间一扇全新的双穿门出现，旋转的漩涡变得更加深邃，仿佛通向宇宙的尽头。双穿门已升级，尺寸扩大至10乘10米，可通行重型卡车、主战坦克，甚至小型飞机。新增功能： 1. 解锁1000立方米的亚空间仓库，绝对安全，时间静止，仅限死物。 2. 可在异界指定位置开启一扇副门，与主门直接相连，实现瞬间物资传输。 3. 以光门为中心，半径5公里范围内自动净化空气中的病毒与辐射，压制低阶丧尸的活性。随身空间终于来了，这里足以装下几十辆坦克，以后再也不用担心弹药补给的问题了。还有这个副门空间，以后可以直接将它开到资源点脸上，再也不用担心漫长的补给线和沿途的变异兽袭击了。夏天，你看这个基地周围的辐射指数在急速下降，而且空气中的病毒浓度也在降低。这扇门，它在净化环境。
这叫环境净化立场。01号基地5公里范围内，地球过来的人，室外再也不用穿着厚重的防护服了。这种净化效率比最高效的空气净化塔还要强上100倍。如果范围能扩大，或许有一天会有那一天的。传令下去，第一，立刻扩建地下车库，我们要迎接更多的大家伙。既然门变大了，那么地球那边的重型工程机械和更大的杀器也可以进场了。第二，让参谋部重新制定作战计划。我们的下一个目标不再是简单的清扫周边，而是红石峡谷。据灯塔营地的资料记载，这里蕴含着丰富的稀土矿脉，以及一种名为红石的高能半生金矿。陈国峰教授那边传来消息，地球对固态氢电池的逆向工程遇到了瓶颈。我们可以造出电池，但无法解决高能状态下的稳定性问题，导致无法小型化。而这种红石就是天然的完美稳定剂，只有拿到它，我们才能真正量产军用级的高能电池，给昆仑外骨骼装上真正的心脏。而天穹大厦，海山市曾经的最高建筑，拥有最完整的战前科技数据和超算中心，我们志在必得。这2个地方都极具战略价值。天穹大厦虽然直线距离只有30公里，但位于市中心死亡红区，中间隔着数百万尸潮。红石峡谷虽然在郊外，但距离超过120公里，且地形破碎，重型车辆难以通行。以我们目前的兵力，强行推进代价太大了。以前是这样，但现在有了副空间门，距离不再是问题。我们要去红石峡谷插个眼，把那个矿区变成我们的后花园。欢迎来到地球，苏博士。那是太阳。阳光洒在他的脸上，暖洋洋的。这种真实的温度穿透了皮肤，仿佛融化了血里淤积了12年的寒冰。是啊，太阳，不用担心辐射，不用担心酸雨，也不用担心突然冲出来的变异体。在这里，你可以在太阳底下睡觉，直到自然醒。谢谢，如果不过来，我都快忘了世界原本是这个样子的。我去，你看新闻了没？新一代国产手机说用了什么昆仑技术的新型电池，手机续航能达到1个星期不充电，真的假的啊？肯定是真的啊，新闻联播都报了。而且你看那个新款电车，号称续航2000公里，充电只要5分钟，这也太夸张了，简直是黑科技。怎么感觉一觉睡醒，科技进步了一大截？我们要不要去抢一台首发？那是我们从异界带回来的固态氢电池技术的青春版，虽然还没能完全量产军用级的高能电池，但拆解出来的一些副产物技术，已经足够让地球的民用科技迈进一大步了。这就是和平的意义吗？对，我们把那边的噩梦带回来，转化成这边的奇迹，用那个世界的资源来守护这个世界的烟火气。苏博士，这就是我们工作的价值。苏万沉默了许久，忽然他笑了。夏天带我去逛逛吧，我想喝奶茶，全糖加冰。孙密，苏博士，你要的全糖加冰奶茶。苏万接过奶茶，小心翼翼地吸了一口，冰凉的液体混合着甜腻的奶香，瞬间在口腔中炸开，接得他打了个激灵，随即眯起了眼睛。好甜，在那边糖是管制物资，只有重要节日才能分到一点点，而且永远没有冰块。他看着杯子里那半透明的冰块，在奶茶中缓缓旋转，折射出七彩的光芒。你知道吗？在灯塔基地，我们连制冰机都没有，所有的水都要经过严格的净化，然后煮沸，即使是最热的夏天，也只能喝温水。慢慢喝，不着急。你看什么呢？孩子，在那边已经很少能看到婴儿了。你知道吗？在灯塔基地，我们有一个不成文的规定，如果发现孕妇，所有人都会主动让出最好的食物和医疗资源，因为每一个新生命都是希望。但即使这样，12年来，基地里也只出生了3个孩子，其中2个还没满月就夭折了。夏天沉默地看着他，没有说话。他知道这种痛苦不是安慰能够缓解的。走吧，带你去商场逛逛，既然都来了，总要买点纪念品吧。半小时后，当苏婉站在地下1层的精品超市门口，看着堆积如山的物资时，整个人如同雕塑般僵住。这是真的吗？在那边，这种无污染的水果，只有各大聚居地的高层成员才能享用，而在这里，他们就这样随意地堆在路边，任人挑选。甚至如果不新鲜了，还会被扔掉。太奢侈了，在那边为了一颗苹果，可能会死5个人，不，10个人。走，带你去楼上转转。当苏万逛完楼上5层，又逛完美食城时，一股巨大的冲动在他心中涌动。夏天，我不玩了，带我去红石峡谷。这么快？不是说好要放松1天的吗？我已经放松够了，比起逛街，我现在更想看到那些红石被运进实验室，只有那些东西才能守住这里的灯火，也能点亮那边的黑夜。如你所愿，首席科学家阁下。海滨市昆仑科技工业园，这里就是副门的 A 点。锚点 A 已记录，昆仑工业园3号库，等待记录锚点 B。接下来的任务就是去异界把这扇门的另一头打开。直升机编队已经就绪，
按照计划，我们将从01号基地起飞，空中突防128公里，直插红石峡谷。半小时后，意见01号前进基地。巨大的停机坪上，5架涂着灰黑色迪可式涂装的直升机正在预热。苏博士，你在这里等我的消息，等副门一开，你就直接从门过去，安全又快捷。目标红石峡谷，高度1500，保持无线电静默，出发。随着塔台一声令下，5架直升机腾空而起，在空中组成楔形编队，向着北方的荒原飞去。注意，下方云层有飞龙群。只见下方的云层中，偶尔会掠过几只体型巨大的腐肉飞龙。不用担心，我们不仅涂了防雷达涂层，还喷洒了苏博士研发的驱兽喷雾，只要不主动招惹，他们不会发现我们。40分钟后，一片赤红色的地貌出现在视野尽头，即使在1000米高空，也能感受到那股扑面而来的热浪。巨大的岩石如同利剑般刺向天空，地面上遍布着干裂的缝隙，暗红色的晶体在阳光下闪烁着妖异的光芒。发现目标区域，下方有大型生物活动迹象，建议先进行火力清场。批准。数十枚火箭弹拖着尾焰，覆盖了峡谷的一处平坦区域。瞬间，巨大的爆炸声响彻整个峡谷。趁着硝烟未散，全副武装的特战队员如神兵天将，迅速落地建立防线。就在这里，系统设置锚点 B。锚点 B 已记录，红石峡谷是否激活副空间门？起火。下一秒，有蓝色的光芒出现，通道建立成功。陆队，让大家伙过来吧。话音刚落，一辆辆主战坦克率先探出光门，紧接着是好几辆步兵战车。黑洞洞的炮口统一指向峡谷深处。这时，一只体型超过5米、浑身覆盖着厚重岩甲的巨蜥，正带着10几只同类从烟尘中冲了出来。看来原住民不太欢迎我们。这车组注意，自由开火！坦克的125毫米滑膛炮发出了雷霆般的怒吼，领头的巨蜥连惨叫都来不及发出，就变成了一堆碎肉。后面的几只巨蜥被紧随而来的同轴机枪和步兵战车的30毫米机关炮统统撕得粉碎。安全确认，苏博士可以过来了。苏万一身防护服，手拿扫描仪，迫不及待地对着岩石一顿扫描。天啊，纯度比我想象的还要高，这种能量密度，我们甚至能尝试复刻能量护盾技术。必须尽快在这里建立封闭实验室，黑羽和辐射可不会等我们。那就放手去干，这里将是我们新的起飞点。意见01号前进基地指挥中心。根据灯塔营地的资料，天穹大厦是海山市灾变前的科技中心，地下3层是超算中心，地上80层。其中第50至60层是生物实验室，第70至80层是能源研究所。最关键的是，大厦内部有一套独立的能源系统——核聚变发电站。会议室里瞬间鸦雀无声。苏博士，您确定吗？那可是核聚变。确定，可控核聚变。虽然只是第一代商业堆，但技术已经相当成熟。核聚变技术，那是人类能源的终极答案。如果地球能够掌握这项技术，不仅能源问题彻底解决，甚至能够支撑起星际殖民的能源需求。那就更要拿到它了。不能强攻，即使以现代军队的火力，面对100万丧尸，想要从地面推进到市中心，也至少要付出数千人的伤亡。那就用更直接的方法，在距离基地5公里有一片废弃的工业区，工程部可以在3天内清理出足够的空间，建立临时机场。然后呢？然后调动轰炸机从机场起飞，把整个市中心烧成灰。会议室里再次安静下来。指挥官，你的意思是？燃烧弹，几百万丧尸，那就全部烧掉。用凝固汽油弹、白磷弹，把整个死亡红区变成一片火海。但天穹大厦也在里面。大厦是钢筋混凝土结构，而且有独立的能源系统，理论上可以承受高温。而且，我们不需要把整座城市都烧掉，只需要清理出足够的安全通道，然后派地面部队进入大厦。那飞行变异兽怎么办？腐肉飞龙群不会坐视不管的。所以我们要建立防空阵地，在机场周围部署防空导弹系统，还有陆盾3000斤防炮，同时安排战斗机编队护航。这次行动不是小规模突袭，而是一次完整的军事行动。我们要在异界建立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军事基地。那需要多长时间？王工，你来说说。根据无人机侦查，那片工业园区面积约2平方公里，大部分是废弃厂房和混凝土废墟。如果投入2个工程营，使用重型机械，预计需要3天时间清理和平整跑道，但这是最理想的情况。如果遇到大规模丧尸干扰，可能需要更长时间。那就加强防护，力战。你的重装营负责外围警戒，务必确保施工安全。明白。那整个行动周期呢？机场建设3天，轰炸行动1天，地面部队进入和搜索1天，总共5天，这是最保守的估计。这将是我们在异界最大规模的军事行动。为了核聚变技术，为了龙国的未来，行动代号烈焰，开始行动。3天后，01号基地附近原本废弃的工业区，此刻已经地面平整，建筑废墟清理干净。
而在机场一侧的巨大机库内，数十名来自地球的顶尖航空工程师和技师正在紧张的工作。为了通过那个时长10米的光门，所有的战略轰炸机和战斗机都在地球那边拆下了机翼和尾翼，分批运送过来。3号机组装完毕，液压系统正常，航电系统自检通过。5号机挂载完成，燃油加注完毕。随着一声声报告，所有战斗机、轰炸机整装待放。而在机场的四周，一座座防空导弹发射架已经树立起来，雷达天线缓缓旋转，扫描着天空中的每一个目标。报告指挥官，机场建设完成，机卷组装完毕，是否批准执行轰炸任务？批准执行。一架架战斗机、轰炸机从跑道上快速起飞，巨大的引擎轰鸣声响彻云霄。注意，前方发现飞行目标，数量约30只，识别为腐肉飞龙，正在向我方接近。收到，护航编队准备拦截，不要让他们靠近轰炸机。几架战斗机立刻脱离编队，加速前进。机下的中距空导弹瞬间点火，拖着尾焰呼啸而出。16枚导弹以超音速扑向飞龙群，那些腐肉飞龙甚至来不及反应，就被导弹炸成碎片。剩余的飞龙转身就想逃，但战斗机有人相控阵雷达早已锁定他们。第二波导弹已经发射，空中再次爆起一团团火球，剩余的飞龙全部被击落。威胁清除，继续护航。很好，继续执行任务。10分钟后，轰炸机编队抵达目标空域，已进入目标空域，开始投弹。6架轰炸机同时打开弹仓，凝固汽油弹、白磷弹、温压弹，这些是专门为清理大规模生物目标而准备的地狱套餐。当第一枚炸弹在市中心爆炸，瞬间点燃了周围的一切。凝固汽油弹的火焰如同地狱之火，迅速蔓延开来。紧接着，更多的炸弹落下，整个市中心变成了一片火海。报告，第一轮投弹完成，目标区域温度上升至800摄氏度。继续把所有丧尸都烧成灰。紧接着第2轮、第3轮，整整一天，轰炸机编队轮番出动，将整个市中心烧了一遍又一遍。当夜幕降临时，那片曾经盘踞着几百万丧尸的死亡红区，已经变成了一片焦土。报告指挥官，目标区域清理完成，预计丧尸存活率低于1%。很好，力战，地面部队可以进场了。第2天清晨，一支由50辆装甲车组成的车队，沿着被烧焦的公路缓缓驶向天穹大厦。而在车队上空，4架武装直升机盘旋警戒，随时准备应对可能出现的威胁。注意，前方发现少量幸存丧尸，直接开火箭。那些游荡的零星丧尸直接就被装甲车撞了粉碎。半小时后，天穹大厦中，各小组注意，1组负责超算中心，2组负责生物实验室，3组负责能源研究所，4组跟我去顶层。全副武装的战士迅速分成4组，冲进了大厦内部。力战带着4名战士使用备用电源，乘坐电梯直接来到了第80层。实验室的中央摆放着一台巨大的设备，那是一台能量护盾发生器，虽然已经停止运行，但结构完整。这就是任务目标，扫描数据，将那些保险柜打开，全部带走。10分钟后，4组人马全部返回1楼大厅。超算中心的数据已经全部拷贝，生物实验室的样本已经收集完毕，能源研究所的设备图纸已经扫描，核聚变发电站的核心数据已经下载。任务完成，准备撤离。就在车队刚刚驶出天穹大厦的废墟，准备踏上返程的时候，指挥官，预警机雷达在150公里外侦测到大规模飞行目标反应，正在高速接近。150公里，这个反应速度比预想的要快。通报目标特征。雷达屏幕已经一片红了，不是之前的腐肉飞龙群，这种回波更密集、更细碎，是19，是被市中心的大火和几百万丧尸的焦尸味吸引过来的食腐生物潮。指挥官，19是最麻烦的食腐生物，它们的爪牙带有剧毒，而且飞行速度极快。最可怕的是，它们一旦闻到血腥味，就会像疯狗一样不死不休。数量呢？如果是这种规模的回波，至少有10万只。这个数字让车厢内的空气仿佛凝固了。之前的5000只飞龙如果说是军队，那这10万只尸鹫就是天灾。战斗机编队还有多少弹药？报告指挥官，编队所有导弹已在刚才的战斗中耗尽，机炮弹药也所剩无几。车队距离防空圈还有多远？2公里，全速行驶需要15分钟，但是19群的速度预计8分钟后接触。时间差7分钟，这7分钟对于地面车队来说就是生与死的距离。没有导弹也没关系，战斗机编队执行牧羊犬战术。牧羊犬，他们是野兽，不是军队。既然是野兽，就会害怕雷声。万米高空之上，已经打光了导弹的战机并没有返航，而是猛地压低机头，从高空俯冲而下。目标19群上方空域，注意保持高度差，超音速通场，利用激波杀伤。剧烈的音爆声在空中炸响，如同滚滚天雷。
超音速飞行产生的锥形激波，就像是一面无形的巨锤，狠狠地砸向了下方的生物群，冲在最前方的狮鹫如同下饺子一样坠落。干得漂亮！这就是现代空军的威慑力，哪怕没有子弹，飞机的激波也是武器。车队全速前进，不要换队形。距离100公里，进入最佳拦截射程，第一轮齐射发射。数枚防空导弹拖着长长的尾烟腾空而起，他们的目标不是某一只狮鹫，而是那片密度最大的乌云中心。导弹在兽群中央空爆，成百上千只狮鹫直接被炸成飞灰。距离15公里，陆盾3000开火，为车队提供火力掩护。4台早已蓄势待发的陆盾3000击射出4条长达数公里的火鞭，瞬间抽向了车队后方的天空，在车队与兽群之间编织出一道密不透风的火力网。距离5公里，发射特制集束弹药。在付出了近3万只同类的尸体后，这群只有杀戮本能的食腐生物终于崩溃而逃，车队也稳稳停在了机场内。在绝对的火力密度面前，数量没有任何意义。是啊，以前我们只想着怎么躲避他们，或者用进化者的命去填，但现在我知道该怎么赢了。走吧，有了这次的数据，下一批送过来的就不仅仅是防空炮了。01号基地指挥中心，这是从天穹大厦带回来的资料，价值无法估量。具体说说。最核心的是这3块硬盘，第一块是微型核聚变反应堆的全套设计图纸和实验数据，这是天穹大厦在灾变前最核心的机密。可控核聚变，星际文明的入场券，有了它，现实世界的能源格局将被彻底改写，石油霸权将成为历史。而且这不是那种还需要几10公里环形加速器的巨型装置，这是微型反应堆，只需要半个集装箱那么大，就能供应一座1000万人口城市的全部电力。第二块是什么？是新陈碳基芯片的制备工艺。天穹大厦在变迁的拳头产品，不仅运算速度远超传统硅基芯片，功耗也更低，而且能在强电磁干扰环境下稳定运行。整个指挥中心静得可以听到心跳声。第3块呢？是天穹集成式 AI 管理系统的核心算法和训练数据，有了它，我们将能实现真正的城市级智能管理。很好，你们技术部尽快拿出可行性报告。明白，我们已经组织相关领域专家，预计1周内就能完成初步评估。1个多月后，现实世界昆仑发布会现场。嘿，杰克，你觉得这次那个名为昆仑的龙国公司能拿出什么东西？他们宣传语可是重新定义能源，口气不小。谁知道呢？大概又是某种石墨烯电池的噱头吧。你知道的，这些年这种 PPT 造车、PPT 造电池的公司太多了，只要能骗到融资，他们什么都敢吹。也是能源革命，上帝啊，那是通用家电和特能拉开操心的事。两人的对话代表了现场绝大多数西方媒体的态度，质疑、轻视，甚至带着几分等着看笑话的戏谑。晚上好，人类使用化石能源已经超过了200年，我们习惯了发动机的轰鸣，习惯了加油站的汽油味，也习惯了被能源扼住咽喉的焦虑。今天，这种焦虑将成为历史。这是昆仑科技的第一款产品——烛龙1号固态氢电池，3500瓦时每千克，绝对稳定，不起火，不爆炸。可适应120摄氏度到零下70摄氏度环境。这不可能，现在的3元锂电池能量密度才300瓦时每千克，你是现有技术的10倍，这是违反物理学常识的。骗子，绝对是骗子！我樱花国研究了30年，固态电池都没做到这种程度，一家龙国新公司凭什么？质疑声、惊呼声、嘲笑声交织在一起，整个会场仿佛变成了一个菜市场。为了验证它的性能，我们在公证处的监督下进行了一次极限挑战。这辆车4天3夜从龙国最北端的漠河到南方，跨越2180公里，途经高速公路、国道、城市道路，经历零下40度到零上20度的巨大温差变化，全程没有充过一次电，没有加过一次燃料。这就是烛龙1号给出的答案。全场死寂，在极寒环境下，单次充电续航突破2000公里，这已经不是提升，这是降维打击。这是造假，这绝对是剪辑过的。就知道你们不信，启动车辆，看大屏幕。汽车的轮子在飞速旋转，而大屏幕上显示的电压数据纹丝不动。从今天起，石油霸权将彻底成为过去式。这一刻，所有人都意识到了一件事：天变了。而此时，华牛街最大金融交易所正在上演另外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抛售，全部抛售，所有石油相关的资产全部清仓，别管什么止损线了，再不跑就来不及了。龙国人搞出了固态氢电池，石油要变成黑色垃圾了。恐慌情绪像病毒一样瞬间蔓延，全球油价暴跌 20% 以上，无数财富在这一夜之间蒸发，又有无数财富在重新分配。米国情报中心会议室，分析报告出来了吗？出来了，长官，根据我们的技术专家分析，那个视频没有任何剪辑痕迹，现场电压数据也没有作假。也就是说，这东西是真的？不仅是真的，
而且技术代才至少30年以上。我们的国家实验室连稳定的固态氢存储都还没攻克，他们竟然已经做到了常温常压下的绝对安全，这简直是上帝的魔法！去他大爷的上帝！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如果让龙国垄断了这种能源技术，石油米源体系就会崩塌，我们的航母舰队，我们的全球霸权都会变成废铁，这是战争行为。把昆仑科技列为最高优先级目标，代号普罗米修斯，启动我们在龙国的所有休眠资产，不管是用钱买、用人换，还是其他的手段。我必须要得到那块电池的样本，不，我要得到他们的全部技术资料。长官，那个沈毅身边有安保人员，而且根据情报，这家公司背后有军方的影子。那就做得干净点，哪怕是引发外交纠纷也在所不惜。为了漂亮国的利益，我们必须拿到火种，或者熄灭它。01号基地内，力战刚刚挂断了一个加密电话。怎么了？就在发布会结束后的半小时内，入境的海外商务人员申请激增了300%，而且监测到大量不明信号在尝试入侵昆仑科技的服务器。甚至我们在海外的一些采购渠道也受到了干扰。神医吸引了全世界的火力，正好为我们争取了时间。我建议红石峡谷的开采线可以利用这个窗口期加快部署，开采到更多的资源。几天后，米国莫实验室中，一块特工批了命从龙国偷运出来的电池样本，正安静地躺在这里。上帝啊，这简直是完美的艺术品！在这个体积下，它的储能竟然相当于我们最先进战术电池组的整整10倍。而且输出极其稳定，没有任何热失控的迹象。我不是来听你赞美龙国人的，我要知道它的原理，我要知道怎么复制它。我们正在做初步 X 光扫描，显示它的内部结构非常致密，我们的常规射线根本无法穿透其核心区域，它就像一个黑盒。那就切开它，用激光切割机或者金刚石水刀，我就不信一块破电池还能比坦克的装甲更硬。长官，这种高能电池内部往往封装了极不稳定的化学物质，暴力拆解可能会导致什么？爆炸？这里能抵挡战术核弹的冲击。动手！白房子还在等着我的报告。随着高精度激光开始运作，所有人都屏住了呼吸。当激光接触到电池外壳的一瞬间，金属表面突然泛起了一层诡异的红光。警告！检测到高能磁场反应，能级正在指数级上升。停下！快停下！威廉姆斯预想中的大爆炸并没有发生，但是电池突然像是失去了骨架，在众目睽睽之下坍塌成了一堆粉末。这是什么？我的电池呢？这是碳粉，还有普通的高分子聚合物。长官，他自杀了。什么叫自杀了？我不知道，长官，这完全超出了我们的认知范围。什么意思？长官，龙国人可能掌握了某种我们完全无法理解的物理规律，就像原始人看到打火机，他们知道这是火，但他们永远无法理解为什么按下按钮就能点火。死一般的寂静笼罩了整个实验室，花费数千万美金经费，动用了几十名潜伏特工，甚至牺牲了2名线人，最终换来的竟然是一堆碳粉。威廉姆斯被气得直接栽倒在地。同一时间，龙国昆仑大厦，跟你预料的一样，他们没忍住，动手拆解了，并触发了分子锁。所谓的分子锁，其实是利用上了从红石研究出来的技术，对于正常使用来说，这完全不影响。但对于想要逆向工程的人来说，那就是无法逾越的天堑。这一手钓鱼不仅断了他们的念想，恐怕还能让他们那边的科学家怀疑人生好一阵子。要的就是这个效果。不过威廉姆斯那帮人接下来应该会恼羞成怒，安保措施一定要做好。对了，红石峡谷的开采进度如何？已经铺设完毕，第一批原材料明天就能通过夫门运抵工业园。很好，那就开始吧。不仅仅是电池，我要让全世界知道什么是真正的降维打击。夏顾问，敌装甲合成营已经集结完毕，按照你的要求，这次我们要动真格的了。基地内10辆主战坦克、20辆步兵战车、4架武装直升机以及整整2个连的全副武装士兵已经整装待放。地球方面对我们的支持是不遗余力的，这次不管中心医院是否是真的母巢所在，都要彻底摧毁它。之前那场大火烧掉了大部分丧尸，但中心医院有庞大的地下人防工程和核磁共振室等厚重建筑，他们可能会躲在那里。那就出发吧，我在指挥中心等你们的消息。如果遇到无法应对的情况，立刻撤退，不要硬拼。明白。半小时后，发动机的轰鸣声汇聚成一股钢铁的咆哮，在死寂的废墟城市中回荡。还好大火清空了艾氏的低阶丧尸群，否则光是清理那几十万只普通丧尸，就要耗费我们几个月的时间。报告指挥中心，前方即将抵达天穹大厦区域。不用理会，继续推进，目标中心医院。车队来到中心医院时，地面上到处都是暗红色的军毯状物质，它们像是有生命一样，
蔓延蠕动，仿佛在汲取着大地的养分。这是什么？这是活性生物质，和我们在变异体体内发现的组织结构很像。这里的环境正在被改造。改造？对，如果说病毒是种子，那么这些菌毯就是土壤。母巢不仅仅是生产丧尸，它还在改造环境，试图把这里变成适合它们生存的巢穴。对，请让随队的科研人员提取一些样本带回来，我需要分析这些菌毯的具体成分和活性，这对我们理解母巢的运作机制很重要。看来我们找对地方了。全员战斗准备，前方进入高危区域。伴随着一阵整齐的拉栓声，所有的枪口都对准了那座被暗红色军毯包裹的医院大楼。开火10辆主战坦克的炮口同时喷出了愤怒的火焰，高爆榴弹精准地轰击在中心医院的1楼大厅。剧烈的爆炸瞬间撕裂了混凝土墙，火光与烟尘冲天而起。然而，那些覆盖在建筑物表面的暗红色军毯，在爆炸的瞬间并没有像普通有机物那样燃烧殆尽，而是像受伤的肌肉一样剧烈抽搐起来。它们分泌出大量的粘稠液体，扑灭火焰，甚至在以肉眼可见的速度蠕动着修复受损的墙体。看来这就是为什么上次的轰炸没能彻底摧毁这里的原因。厉队，汇报情况。报告顾问，目标建筑结构依然完整，但内部反应剧烈。热成像显示，大楼内部的生物活性正在急剧上升，就像是我们捅了马蜂窝。按计划推进，装甲车掩护，步兵突入，小心那些粘液。当先头部队踏入大厅的那一刻，所有人都被眼前的景象震惊了。地面、墙壁、天花板全都被厚厚的肉质菌毯覆盖，这些物质呈现出一种病态的粉红色，表面布满了类似血管的脉络，还在有节奏的搏动着。这种感觉就像是走进了一个巨大的胃里。保持专注，搜索前进，目标地下入口。突然，天花板一个巨大肉瘤猛地炸，几道扭曲的身影直扑下方的士兵。训练有素的特战队员同时开火，密集的子弹瞬间将那几个黑影打成了筛子。这只丧尸的肌肉异常发达，皮肤呈现出一种诡异的灰白色，背部还生长着几个类似昆虫节肢的骨刺。更可怕的是，它的四肢已经完全异化成了粒状，上面还滴落着绿色的酸液。这就是改造的结果吗？不仅如此，注意看它的伤口，没有流血，流出的是那种暗红色的粘液。这些东西已经和整栋大楼的军毯连为一体了，它们在这里能获得持续的能量供给。也就是说，在这里打仗，他们有主场优势。厉队不用节约弹药，遇到任何活物，直接火力覆盖。随着深入，越来越多的变异体从墙壁、通风管道甚至地板下钻了出来。这些东西有的长着好多条腿，有的嘴巴整个裂开，完全违背了生物学常识，就像是被完成随意拼接起来的恶心玩具。但在人类的重火力面前，这些血肉怪物依然不够看。士兵们硬生生击穿了一条通往原核磁共振中心的路。10分钟后，在地下大厅的中央排列着数十个高达3米的肉囊，内部隐约可见蜷缩着一个巨大的身影。这就是母巢吗？这规模确实配得上母巢这个称呼。不对，这是孵化场，不是母巢。你看那些血管的走向。只见连接肉囊的粗大血管并不是从地下深处长出来，而是全部汇聚到了大厅的东南角，然后钻进了一个直径约2米的巨大黑洞里面。